在末世，基地的大门因断电发生了故障，10几只丧尸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而毫不知情的卡罗尔则好奇地走进了温室大棚，他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阿什在意的。只见温室里有着成熟的灌溉系统，培育着很多蔬菜植物，这让卡罗尔看得有些纳闷。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他绕过架子，继续朝着里面走去，却看到了一棵小树，在小树的旁边还放着很多玩具。卡罗尔疑惑地走上前，发现在中间还放着一张小男孩的照片。见此情景，卡妈也明白了过来，原来这里是阿什祭奠儿子的地方。看着四周摆放的玩具，这让他也想起了自己的女儿索菲亚。就在他独自伤感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注意到丧尸群已经进入了营地，还正朝着温室走来。而温室里的卡罗尔还在摆弄着音乐盒，听着里面传出的摇篮曲，这让他想起自己也曾给女儿唱过这首童谣。越唱越悲伤，卡妈的泪水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这么多年来，她从未忘记过女儿索菲亚，所以也能理解阿什的感受。突然，他察觉到了不对劲，赶忙急匆匆地朝着外边走去。可当他刚到门口时，这下可麻烦了。好在旁边有一把剪刀，却不料卡在了丧尸的嘴中。他只能松手朝着后边退去，眼瞅着丧尸不断逼近，没办法的他只能拉倒了一旁的货架。不等他有所动作，周围的玻璃接二连三的被撞碎，又有数只丧尸闯了进来。这下卡罗尔可慌了神，没有武器在手的他根本无法应对这么多的丧尸，况且这里又十分狭窄，得尽快找个方向突围出去才行。另一边的丧尸也围了上来，眼见突围无望的他只能拼命的推搡着丧尸，然后想将两边的货架拉到前面抵挡。挡住前面后，他又将后面的货架拉了过来，围成了一个三角形，将自己护在了中间。可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再不想其他办法，货架早晚会被尸群给冲撞开，到时候他想跑都没有地方可跑。就在他焦急打量四周时，无意间看到了头顶的天窗，或许爬上去就能破局。想到这点后，他不再耽误，赶忙手脚并用的朝着上面攀爬。这帮丧尸将货架围得死死的，倒是帮他起了固定的作用，很快便爬到了货架的顶部。他先是将头顶天窗的玻璃敲碎，然后半截身子探了出去。就当他要翻上去时，却看到阿什拿着枪朝这边走来。当他看到房顶的卡罗尔后，当场骂了娘。What the hell did you do？ 半小时后，温室里的丧尸全都被解决，俩人开始清理丧尸尸体。在这期间，阿什越想越气，也没给过卡罗尔好脸色。他没想到自己一时好心，会给他造成这么大的麻烦。What were you thinking? You had no right to come in here. I'm so sorry. Nothing happened to the crate. Nothing happened?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Please just let me clean it up. Fine. Get out. 放下这句话后，阿什就气鼓鼓地朝着外面走去。此刻的卡罗尔是相当的愧疚与懊悔，她也是个母亲，完全能理解阿什愤怒的心情。就这样又过了半个小时，等卡罗尔将所有的尸体清理完后，他打算将温室修补一番，不料却看到阿什正满眼悲伤地望着儿子的墓地。他赶忙再次道歉，解释是自己太过于好奇，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进到温室也是想了解下你的生活习惯，这样或许就能交个朋友。阿什听后直接面无表情地表示自己不需要朋友，守护好这个地方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卡罗尔听他这么讲，只能表示自己修补完就会离开。正当他要去拿工具时，阿什却突然开口说起了他的儿子，表示他的儿子名叫阿维，死的时候才7岁。原本他一直独自抚养着儿子，直到末世来临，他一个没注意阿维就跑到了外面，最终悲剧发生了。或许是太久没聊起过往，卡罗尔成了他唯一能倾诉的对象。他表示从那以后，为了祭奠阿维，他带着悔恨与自责修建了这个地方。因为儿子生前非常喜欢飞机，他就在树枝上挂满了飞机模型。在儿子遇难后的1个月，附近恰巧坠毁了一架飞机，他觉得这就是儿子给自己的提示，于是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将飞机零件带了回来，并且重新组装修补。时隔1年后才飞上天空。 You don't want to leave him. That's why you fly around here. It was never about going anywhere in particular. Just up high enough so that when I look down, I can almost trick myself into thinking the world is still the same. 听到阿什讲述的过往，这让卡罗尔的内心更加的愧疚，自己的好奇心怎么就那么重？在接下来的2天，他每天都在积极修补温室，尽可能的弥补因为自己而造成的破坏。看到阿什过来，他诚恳地说道：“墙面马上就要修补完了，明天完成一些善后，自己就会离开。”
I'm about to sit down for dinner. If you would like to join me. Like that. 这让卡罗尔有些意外，也明白今晚是最后的机会了。倘若再借不到飞机，明天他就得离开。晚上，卡罗尔来到了阿什的房间，阿什已经准备好了晚餐，不过卡罗尔却被桌子上摆放的彻罗基玫瑰给吸引住了。You allergic? No. They represent hope, you know. Yeah. Yeah. This rose started to grow right where the mother's tears fell. I believe this one bloom for your little girl. 思绪一下回到了10年前，也不知道那个不爱洗澡的家伙现如今怎么样了。这时阿什询问他往后有什么安排，卡罗尔则耸了耸肩，表示还不知。他想去法国找达里尔，就必须得得到阿什的帮助，可他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思量了一番后，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末世经历，从失败的婚姻到家暴的丈夫，唯一的美好就是自己的女儿索菲亚的诞生。聊到了孩子，阿什不由得好奇索菲亚去了哪里。卡罗尔听后愣在了当场，他没有说出女儿的事情，而是改了另外一套说辞，表示在灾变爆发前，丈夫带着女儿去往了欧洲看望她的姑妈，从那以后他们便失去了联系。 Never been to a foreign country before. Didn't even have a passport. Here's Sophia, barely 12, just flitting around France with her dad. And then, when everything happened, I tried to reach her. A bunch of times, and never heard from her. You don't need your car fixed. You want me to fly you to France to find your daughter. So you lied to me. If you knew Avi was out there, wouldn't you do anything, whatever it took to find him? But he's not. 塔妈用失联的女儿当借口，目的就是想博取阿什的同情，想让对方帮助他。却不料阿什一眼便察觉到了他的目的，他不想被人当傻子一样利用。越想越气的他直接就离开了饭桌。第二天清晨，卡罗尔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通过昨晚的试探，他明白自己已经引起了阿什的反感，飞机已经借用不了了，他只能离去，另想其他的办法。阿什看到他离开也没有说什么，尽管俩人相处的时间不长，他也知晓卡罗尔是个好人，但他讨厌被人欺骗。就当卡罗尔来到一个路口的时候，一辆车子朝他开了过来，然后在他旁边停下。来人竟然是阿什，善良的他还是做不到无动于衷。 I would do anything to find Avi. You know, what parent wouldn't? But that's not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would you search for him? Would you give up everything to look for somebody you haven't met? If there was hope of finding them alive, then yes. We're talking about flying a plane across the ocean with no communication, no weather forecast, no idea what's waiting on the other side. It was my only option. I couldn't do nothing. Why now? What changed? Couldn't keep waiting. Feeling stuck. I had to move forward. I had to try. 这句话让阿什陷入了沉思。这么多年，他同样放不下对儿子的执念。此刻，他觉得与其封闭自己，倒不如成全卡罗尔。Hop in. We have work to do. 塔妈也是惊喜万分，没想到阿什改变了主意，愿意帮他了。半小时后，俩人回到了营地。阿什指着一份航线图开始分析着路线，因为他的飞机飞不了那么长的距离，中途必须要去格陵兰岛周转一下才行。他们还得把乙醇罐换成油箱。卡罗尔有些发愁了，该去哪弄长途飞行的燃料？不曾想，阿什直接带着他来到了一间仓库，只见里面堆放着大大小小的汽油桶。 I've got a lot of time on my hands. 这下就轻松了许多，有了足够的燃料支撑，那他们只要准备好食物和水源就没有问题。忙碌的时候，阿什问卡罗尔，到了法国该从哪里寻找他的女儿。塔妈也脸不红气不喘地表示，可以从孩子的姑妈家开始。 If she's still there, wouldn't that be amazing? I have to remind myself there's a chance she won't be. She may not even still be alive. Yeah, but she could be. I'm glad you still have that. 虽然卡妈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但他心里其实很不好受，自己用索菲亚代替了达里尔，要是谎言被揭穿了，他不敢想阿史会是什么心情。于是，在下午的时候，当阿史改装燃料罐的时候，他试探性地问向了阿史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is? Well, yeah. Then we don't have to stop and refuel. No, I mean the whole thing. Leave this place. Leave Abby. 他有些于心不忍。阿史那么善良，自己明显是在利用他。何况这趟旅程又充满了未知。阿史却告诉他，他在儿子死后就再也没有出过门，是这架飞机给他带来了希望，让他能重新的面对新的生活。If you're not moving forward, then you're dying. 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很顺利时，可当天晚上却变了天。瞧这架势，很快便有暴风雨来临。二人见状，决定先把燃料装上飞机，然后再把飞机推进仓库里，等暴风雨过去后再出发。可就在二人忙碌的时候，不料一道闪电劈中了院子里的灯，直接导致营地的电源系统再次瘫痪。突然的变故吓了二人一跳。被火花线路吸引的二人全然忘记了门锁的事情。更糟糕的是，火星意外地点燃了一旁的仓库，整屋的燃料全都炸没了。就在俩人发愣之际，大批的丧尸被爆炸声吸引，全都一股脑地涌进了营地。阿史看着满地的狼藉，果断地下了决定。The plane's gonna catch. We gotta fly out of here. Can we just move it? 还没等阿史回话，他们便听到了阵阵嘶吼声。只见大批的丧尸朝着这边走来。阿史见状也不再耽误，再不起飞，估计他俩就得交代在这。二人将准备的一些物资放到飞机上后，便用力地将飞机推到了空地上。眼瞅着大批丧尸越来越近，塔罗尔还想着清理出一条道路出来。阿史告诉他已经来不及了，趁现在丧尸离他们还有些距离，得赶快起飞。塔罗尔刚把前轮的拖杆一开，一只丧尸就已经朝他扑了过来。好在他用拖杆挡住了丧尸，然后用尽全力将其推了出去。丧尸直接被螺旋桨割成了肉泥，他也不敢再耽误，赶忙顺着机翼爬进了副驾驶。飞机开始朝前加速滑行，此时前面已经有不少丧尸走了过来，他俩也是丝毫不敢大意。好在阿史技术过硬，飞机成功的飞了起来，俩人也成功的摆脱了狮群的包围。可飞上天的卡妈却是紧张的闭着眼睛，她可是第一次坐飞机，还是这么惊险仓促的情况下，换谁都得害怕。 Just center yourselves. Take a deep breath in. There'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up here.